蒙面财经，朋友们好。昨天呢，有个朋友啊，也是我的一位观众，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就问为什么美股啊现在这个走势啊跟这个基本面啊背离比较大啊，偏离比较大。那他认为呢，之前这个股市这个基本面啊可能没那么差的时候，比如在2月、3月的时候，那股市呢就开始了狂跌啊，甚至有多次的熔断。那等现在呢，美国真正这个经济特别差了啊，停工停摆了。那尤其是失业人数呢，已经达到了2200万人了。那股市呢，反而开始反弹了啊，而且反弹的幅度还不小。那我给了他几个解释啊，如果大家对股市有兴趣呢，可以听一听。那第一个解释呢，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因素啊，就是股票这个定价的一个本质，它也是衡量一个公司啊价值最本质的一个定价方法啊，它就是未来现金流的这种折现。那你要问这个什么是未来现金流折现啊？那我简单讲一讲。那整个这个定价方法呢，它就是把未来的所有年份的这个现金流去折现啊。那普通人呢能理解啊，就是现在的钱比未来的钱呢要值钱啊。也就是现在如果你有100万的话，那年化收益率比如是8%啊，那10年之后呢，这个钱就是100万乘以1加8%的10次方啊，对吧？因为是复利效应嘛。那我把这个数字算出来以后呢，是215.9万啊，也就是说你现在的钱放在10年后来看啊，它是值215.9万的。那这个普通人呢比较好理解啊，因为你经常有存款嘛，在银行里存钱啊，存一笔钱，存了5年、10年的定期啊，或者3年、5年，然后以后这个钱的价值呢肯定是比现在多的，对吧？那这个是用现在的钱啊去推算未来它的价值啊。那如果你把思维稍微转换一下啊，也就是说未来比如说第10年你有一笔215.9万的收入啊，那这个收入呢，我让你换算到现在衡量看看值多少钱啊，那就是把未来第10年的这个215.9万去折现啊，放到现在呢就是值100万啊，所以这就是折现的意思。那我们平时呢说的这个复利效应啊和折现啊，它其实是相对的概念啊。那复利呢是指资金从现在往未来看，那折现呢是把资金从未来时点往现在算。所以说不管是复利也好，折现也罢啊，原因呢都在于这个货币它是有时间价值的啊，不同的时间点的这个货币的价值它是不同的。好了，如果你能理解我上面讲的这个未来现金流折现的这个概念啊，那你就能理解我接下来讲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股市的和基本面的这个背离啊，尤其是在最近这种极端的这种事件情况下，那美国的疫情毫无疑问是最严重的，而且经济的状态呢也是相比前1个月是非常更严峻的。但是整个纳斯达克啊、标普啊、道琼斯这3大指数呢，却已经从当时的这个最低点啊，3月份中旬的最低点已经反弹了20%到30%。那纳斯达克呢，甚至呢已经反弹到离这个下跌之前这个位置不远的一个位置。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就更容易理解一些。那如果一家企业呢你看这个，它按照这个现金流的折现模型啊，只是这个短暂的几个月的经营业绩啊受到影响。那对这家企业的估值的影响呢，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啊，因为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整个一个企业的价值，它是整个企业生命周期的无穷尽年份的这个现金流折现价值的总和。所以如果你只是其中的1年或者甚至是只是半年几个月的这个现金流受到了影响那其实对整个企业的整个的价值的影响呢，那是比较微小的那市场呢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这个刺激因素下这个3个月到半年呢，那企业和居民的现金流呢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不至于完全断裂因为有美联储的整个货币政策的刺激把它给兜住了。你比如说美联储这个它给居民直接发钱有失业救济金有直接发钱，给企业呢有直接的贷款给中小企业有这个高达几百万、1000万美金的贷款。那种种的这些政策呢，它相当于金刚护体暂时把这些经济主体的身子给护住了。那市场呢又认为这次这个公共卫生事件它只是一次性的影响最多呢它只不过也就影响3到6个月企业的这个现金流可能有一些的影响，但是还不至于杀伤到这个企业的根本也就是企业不会面临生死存亡的这种威胁。那这样的话，对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这个未来现金流呢，是几乎是没什么影响的。好了，这个是稍微有点抽象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总结来说呢，就是这场公共卫生事件呢，它是一个短期事件最多呢可能影响企业的经营的业绩的3到6个月再加上美联储的整个这个刺激政策它保护了居民和企业的这个现金流让它不至于受到太大的损伤和损坏不至于威胁到它的这个生死存亡。
那整个如果放长了来看呢，整个企业的价值的影响呢就变得微乎其微了。好，这是第一个原因。那接下来说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上面不是讲了这个现金流折现的这个模型嘛？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图就这图里面的最右边的红色的有一个写的就是这个折现率。那这个折现率是什么意思呢？折现率就是这个无风险收益率加上一定的这个风险溢价构成的那无风险收益率呢，一般就是认为这个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就是无风险收益率。那大家知道这一波整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的非常快，从2%多一路下跌到0.6%这个水平。那整个随着这个无风险收益率的降低也就是等于把这个折现率给降低了，对吧？那所以对整体的股市的估值呢，也起到了一个支撑和抬升的一个作用所以综合就是这个第一个和第二个原因结合起来给大家说一下，就能更明白就是这个股票定价模型里面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企业的这个现金流受到的短期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那第二个呢就是折现率呢又降低两者一结合呢，就对股票市场的整体估值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所以你们看到整个这个美股的这个3大指数的这个反弹都非常剧烈而且这个反弹的强度也比较大那这是前两个原因。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第三个原因也就是这个货币政策呢其实各国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它都是打的提前量，就是你先有了货币的这种干预，而且如果是这种大剂量的，而且是接近无底线的这种货币政策的干预，那整个经济的原有的这种运行轨迹呢就被打破了。那原来呢市场是考虑到这个重大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以后呢，会发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这个航空公司吧，那肯定是裁员破产要倒下，最起码要倒下好几家。那现金流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有可能断裂那整个会引发一个连锁的反应这是市场最初的一个判断和一个分析但是呢，美联储的整个这个刺激政策它给了这个整个美国航空业580亿美金的一个救助那这笔钱呢，基本可以说可以给这个航空业续命至少半年以上。那这样呢，就维持了企业的生命企业的破产裁员原有的这种经济发展轨迹被货币政策给阻断了所以说这是第三个原因好，最后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这些年尤其是2008年这个金融海啸以后，那各国的这个货币政策它对这个实体经济活动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这种广泛的干预和干预的这种幅度和范围呢，都比以前大得多那这样广泛的这种干预呢，实际上它有点扭曲了整个市场的正常的运行的一个机制它这个不停的干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各国的央行呢都很怕来一次这种危机来一种危机以后，然后把这个过去10年来的这个经济复苏呢毁于一旦，那经济呢就有可能重归萧条。所以你看各国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干预尤其在08年以后那基本是无时不刻是贴着市场走的就只要市场有一个风吹草动，那货币政策马上就会跟上马上就会降准或者降息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干预。那在这一点上呢，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是一样的从08年金融海啸以后呢，各国央行说白了就是都在做这个熨平周期的一个动作说白了就是不允许市场有大起大落，尤其是大落。那这种行为呢，你从好的角度理解呢，你可以说是呵护这个市场就是生怕这个市场出现什么大的毛病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这种密切关怀。那从坏的角度讲呢，就是过分的货币政策干预，它给市场带来了一系列的扭曲整个市场呢，它不是在看经济基本面怎么样，而是看各国央行有没有这种放水的动作。那放水呢，市场就能反弹就能涨，对实体经济层面的这种关注呢，反而变得越来越弱化了。好了，上面呢就是给大家简单分析了一下股市和基本面的这个背离的原因尤其是现在那美股经济下滑这么严重美国经济下滑这么严重经济呢又处于大萧条以来可以说是最严重的下滑，但股市呢反而都快又反弹回到这个下跌前的这种位置了就是可以说整体来讲呢，就是如果反弹以后呢，等于没怎么跌所以说市场呢永远是动态的，就货币政策呢它可以买来时间，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那如果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呢这次整个这个公共卫生的情况还没有好转，经济情况也没有好转，那货币政策赎买来的这些时间呢就会耗尽市场呢就会重新归于这种债务和通缩的一个循环。那股票市场呢也会重新评估它这个未来的这种演变市场也会有相应的反应。
那实际上事实上呢，我认为现在各国股市的反弹呢，其实是在接近一轮尾声啊，新一轮的下跌呢，也可能正在路上。那大家且行且珍惜啊，不要太恋战。我觉得要记住的就是货币政策呢，它只能买来时间啊，但是它解决不了这个多年来积累的这种债务问题和结构问题。好了，今天就是跟大家先聊这些啊，也刚好是有朋友问到啊，有感而发，然后顺便呢就给大家讲一讲。那以后呢，如果我们开启了这个直播功能以后，可以跟大家在线上呢有更多的互动啊，也能及时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啊，谢谢大家的收看。